妈妈，躺一会儿。你要干什么？看你的遗嘱。保险柜，你是打不开的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上回你和Cindy说保险柜密码的时候，碰巧被我听到了，不好意思。果然一分都没给我留下。我简圆月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这么对待我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你不用喊了，他们都不在。现在这幢房子里只剩我和你。你心地善良而单纯，对人对事都很简单，这样很好。可是你太患得患失了。你可以为你妈妈的病就违心的去相亲，不厌其烦。我知道你很孝顺，可你是个男人，你只懂被动的去承受，却不懂积极的去解决。圆月说她怀孕了，你就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可以委屈你自己，甚至都不查问一下。我当时看着你离开我，其实是同情大于心痛。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，不是靠勉强维持，应该是积极的去面对。所以你跟圆月之间的事，不是单方面的问题。Michael， 我觉得你需要成长。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我这样说，可能是很直接，请你原谅。难道你现在一点都不喜欢我了？一个人要让别人喜欢的前提，是要更多、更好的爱自己。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、更可爱，才是他人爱上你的理由。你说呢？
他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就死了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说话！你说话！是你，一定是你！如果我妈的死跟你有任何联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早就说过，他随时都有走的危险。上次昏倒住院，我也下过病危通知书。其实你们心里早就应该有准备了。我是非常反对他出院的。根据当时的情况，他不应该出院的。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呢？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有人想害我妈妈。我说了，你妈妈的病就是在拖时间。如果你们认为有人为造成的因素，除非你们同意尸体解剖。不，美式他信奉上帝的，对这个很讲究。这件事我们得再商量商量。那圆圆呢？回娘家了。我怎么觉得他肯定有问题？为什么妈走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身边呢？这算证据吗？我很感谢阿元对我的照顾，没有阿元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我心里充满了感恩。我跟阿元是结发夫妻，我们共同生育了、培养了2个出色的孩子，我也为此感到骄傲。如果没有这2个孩子，我也撑不到今天。请念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答应我吧，永远不娶凯西为妻。罗拉，来，罗拉，我们回美国好不好？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中国人。可是凯西要回去了，罗拉得跟着凯西呀。罗拉可以找妈妈。罗拉，凯西不是我的妈妈，罗拉有自己的妈妈。我已经原谅了圆月假怀孕的事情，看在圆月废寝忘食照顾我的份上，我原谅了她。她的初衷也不过是为我们邵家续香火、旺家业的，所以，我还是希望圆月跟 Michael 可以早生贵子，以告慰我在天之灵。我也希望圆月跟 Michael 好好的相亲相爱。我考虑到，圆月是我们邵家唯一的媳妇儿，她又这么的能干，所以，我希望她参与公司的业务。我愿意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财产留给圆月，以感谢圆月对我的照顾。
我信奉上帝。我希望我死后，不要解剖我的尸体，请火化后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。妈妈的确跟我说过这样的话。不，爸，我真的觉得事情有问题。我不希望妈妈的死对我们永远是一团迷雾啊！可是不能违背妈妈的遗嘱。但我真的不想妈死得不明不白。妈的确走得很突然，很匆忙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全家知道了圆月假怀孕之后。现在圆月什么都败露了，那会不会是她？Michael，把圆圆给我找过来。圆月，吃饭了。圆月，你真的要跟Michael离婚啊？我过2天就搬走，等我找到合适的地方。我不是要轰你的意思，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离婚？Michael啊，人挺好的。人好未必过得好。Michael， 你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是 Michael 啊，进来吧。你没跟妈说啊？我是怕妈接受不了，所以就没说。圆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？你太不懂事了。妈，这也不能全怪她，我妈走得太突然了。虽然我们大家心里早有准备，知道我妈在世的时间不多，可是一时之间还是没办法接受。圆圆，你婆婆刚走，你怎么就能搬回来呢？这太不应该了。你现在跟Michael回去，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，
知道吗？妈，我们就要离婚了。可是现在你还是邵家的媳妇儿，有天大的事情，等料理完你婆婆的后事再说。跟迈克回去。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圆月，我是怕你们误会我，因为妈妈走的时候，只有我在她身边，我有口难辩，只能逃避。迈克，如果你觉得我还有资格为妈妈守灵的话，我万分感谢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过，但我也很难受。爸爸，你有事找我？我刚才跟迈克说了，我说我真的很爱妈妈，妈妈走了，我也非常难过。我对不起妈妈，我让她失望了。我没有脸再见她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在这个家待下去。对不起，爸爸。医学上真的有假怀孕这一说，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怀孕了，但其实没有。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。其实我也是为了妈妈好，我是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病看得淡一点，心中有点希望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我让她失望了。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。真的就是这样。可是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如果现在可以挽回妈妈的生命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太太最后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搬回娘家去住，因为 Michael 不让我在公司工作了，然后我就回来收拾东西，然后妈妈突然叫我。她叫你去，都跟你说些什么话？她好像知道我假怀孕的事儿了。那你是怎么跟她解释的呢？我本想告诉她医学上的说法，可是她没容我多说。你们吵起来了？没有，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，所以我就什么都没说。妈妈说，她觉得她对我挺好的，但是
我做的事情让他失望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他说过这样的话？嗯。还有呢？他说让我马上离开这个家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正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突然听见妈妈叫 Michael 和 Cindy 的名字，然后突然就没声了。等我回过头去，妈妈就已经昏倒了，然后我就拨了120。就这样？嗯。他有什么临终的遗言？没了。我当时妈妈昏倒了，我都吓坏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月月，你撒了那么多谎，我不再追究了，让我们很失望。你先离开这个家吧，你跟 Michael 的事以后再说。邵先生，一个叫凯西的来了。对不起，你们的爸爸告诉我，你们的妈妈。我妈走了以后，
没有外人进来过。我们在这待一会吧。邵先生，你爸爸叫你。马上下去。小丹，击败我妈的人很多，我下去一会，马上上来。小丹啊，你回来这么久了也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急死人了！妈，我怀疑梁美诗太太的死是有人做了手脚。小丹啊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没有乱说，我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样没有烧完的东西。什么？遗嘱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早就约了你。我也奇怪呢，每次你约我，我都会来。你说，是不是我们之间真有什么共同点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梁美诗怎么死的？够直接的。医生说了，病入膏肓，早晚要死的。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那你去问医生好了。你没有搞什么鬼吧？人都死了，我搞了什么鬼？要么你去问他。我怎么了？也许你妈妈的死就这样沉默了，但是我们心里都应该明白。我明白，我会处理好我跟圆月的关系。你好像很快就要当上邵家的女主人了，恭喜你啊 ，Cassie。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。人走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看你是好受的不得了呢。刚好，
邵元甲也不让我进邵家了。我走了，你来了，我们两个是前仆后继呀。到时候你别忘了提携提携我。圆圆，你太过分了。不过世事难料，梁美诗生前就不太喜欢你，她也许会担心，等她死后，你会夺权篡位，也说不准，你连邵家的门都进不了呢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梁美诗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听着，我说的也是医生说的。一个快要死的人，分分钟都有死的可能。不过，生气了，愤怒了，也许走得会急点儿。梁美诗的死，真的和圆圆有关啊？很有可能。你想，为什么邵家的人刚知道她假怀孕的事儿，太太就一下子走了？现在又有那张纸片，就更值得怀疑。我也在想，该不该把那张纸片交给邵家。可我真的希望圆圆她还有一点血性。如果这件事真的跟她有关，但愿她能自己站出来。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小丹啊，我去找圆圆谈谈。他现在怎么还会听你的？他现在谁对他有利用价值，他才对谁好。我们又能带给他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把他从小养大的呀。那他在乎吗？他稀罕吗？他要是有一点感恩之心，他也就不是圆圆了。小丹，要不你找他去谈谈？我们呀，早晚也告诉他的。他应该知道，她是廖中秋和杨建东的女儿。妈，你不认为那样做很残酷吗？我们就抱最后一点点希望吧，希望他回心转意。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？你搬回邵家住了吗？我找了个旅馆，暂时过渡一下。就这事儿。梁美诗是怎么死的？我真是不明白了，怎么这么多人拿这事儿来烦我呀？我去过她的房间，那又怎样？我也许看见了些不该看见的东西。如果这是误会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见那张没有烧干净的纸片儿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
你自己去解决这件事儿。人最可贵的，就是能自己承担过失。什么纸片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拿话来套我是吧？圆月，人做错了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听小丹说，你决定回国了。对，等我去美国把我的一些事情处理好，我就留下来，不走了。其实，我挺怀念那段美国的日子。那时候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是安心读书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，那么简单。现在怎么了？在这里一样可以简单，只要你追求的简单。马仲叔叔，我在美国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说过了，我当你是孩子的。那是不是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上帝他都会原谅的？那要看犯什么样的错。至少啊，在我看来，你犯的错是可以原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痛苦的身世。虽然这不能完全作为可以原谅你做错事情的理由，但至少让人同情。还有，简历和小丹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，而你却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这真让人遗憾呐。我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自己想起来都后怕。我真的是不可饶恕的。可以告诉我吗？圆月，我和简历就要结婚了，你和小丹也都是我的孩子，所以啊，有什么苦就说出来吧，啊。怎么了？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我现在觉得我自己都很肮脏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。我只能这样了。你还有什么心结打不开吗？马仲叔叔，如果有一天，如果我没有了，如果我死了，圆圆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圆圆，圆圆，我不明白，你都能为犯人辩护，为什么要拒绝为一个女孩子当律师啊？对不起，主任，你既然在我这儿当律师，你就得对得起这份工作，哪里有钱不赚的道理？都这样清高自负，这个律师事务所还怎么生存下去？都和西北风算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怎么样？满意了吗？要不是我找你们主任，你还不情愿呢吧？
有你那么傻的呀？那钱摆在眼前都不要啊！你也不想想，我要是分到了财产，你也有份儿啊。好，那从现在起你是我的当事人，请你对我保持尊重。OK。有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？我们离婚吧。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，让我先提出来？圆月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赖着你不走的。你本来就不爱我，我们当初能走到一起，也是因为孩子。现在孩子没有了，当然要分开。你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当初是我追的你，是我自找的，这叫咎由自取。圆圆，你很聪明，也很能干，你以后有更好的未来。我的未来不用你担心。关于财产方面，财产的事怎么办？我爸把邵氏企业的财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，不仅是你，就连我也没有权利干涉邵氏企业的财产。很好，对外说是把财产捐了，对内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一直把我当成外人，怕我分夺你们的财产，是不是？我辛辛苦苦照顾你妈妈，起早贪黑，任劳任怨，而你们呢？你们这些做儿女的是怎么做的？你们有给她喂过饭吗？有给她洗过澡吗？有半夜起来给她喂过药吗？现在呢？我只是因为假怀孕，一切都付之东流了。我算是看透你们了，你们真的没有人性。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爸爸的钱是爸爸的，当时定下的婚前财产协议，也就是告诉我邵氏企业的财产不属于我 Michael 的。不过，既然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这么说，是同情我，还是为了妈妈而感谢我？都有。Michael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爱过我吗？现在还有需要说这个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们都要离婚了，说这个有意义吗？你爱过我吗？Michael， 我突然不想离婚了。为什么？你刚才不是答应了？我有过吗？我答应你了吗？你怎么出尔反尔啊？反正我就是不想离婚了。你去起诉我吧。等我什么时候想离婚了，我会通知你的。
干嘛总是叹气？这样会弄得你心里很沉重的。也许人的心里真的不能承载太多的秘密吧。秘密分两种，善意的和恶意的。所谓善意的，就是为了不伤害别人，有的时候甚至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去伤害自己。而恶意的呢，就是阴谋、欺骗。圆月，啊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当他律师了。说我呢吧？我说我怎么找不到我的律师呢？原来他在这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我就不能来这儿吗？我先走了。小丹，等等。姐姐，你先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谈。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吗？是。我会按律师的要求做每一件事儿，好吗？那就好。不过没有不过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要跟我说每一句话都要加钱。姐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失去理智了，我快疯了。姐姐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今天 Michael 他跟我说，他要跟我离婚。虽然我早就料到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害怕，因为你只要坦然地面对你自己，你曾经做过的事儿，即使是做错了，只要你承认，就不用害怕，还会有机会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承认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圆圆疯了，真的疯了，这是她长期处心积虑、严重心态失衡导致的精神彻底崩溃。两位请慢用。阿远，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用餐了。是啊，我最近一阵子都在忙于家事，你别在意啊，凯蒂。我怎么会在意呢？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分享这美妙的夜晚，我就很开心。谢谢你。
打开来看看。我帮你戴上。阿元，你别这样处我，你这样会惯坏我的。对女人不能太好的。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，真的。Kathy， 你依旧是那么漂亮、优雅、充满魅力。谢谢。你完全有能力跟魅力，让更出色的男人爱上你。看你，还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，我除了跟你，还能跟谁呀？你这次回美国，应该可以找个别的男人，跟他结婚。我希望你幸福。希望我幸福。阿元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俩注定在一起是个悲剧，无法在一起的悲剧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现在美诗已经走了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挡在我们面前成为障碍了。我可以等你啊，我已经等了10几年了，我不介意也不在乎继续等你的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美诗她留下遗嘱，她不许我娶你。Kathy， 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什么？你要见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人家现在生活的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打扰人家？可是我现在生活的不好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想见见我的孩子，难道很过分吗？孩子已经给人家领养了，你就应该让他安静的生活。我不管，我要见我的孩子。你去跟那个抱养我孩子的人说，让他把孩子抱过来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刘小小。孩子现在有了好的归宿，你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！徐医生，我求你了，刘小小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说话！起来，起来呀！美诗真的在遗嘱里不许你娶我。真的是这样写的。对于一个死去的人的遗嘱，我无法去抗拒啊。那就是说，你必须按照他的遗嘱去做。Michael 跟 Cindy 都看见了，我如果连他的遗嘱我都要违背的话，孩子怎么看我？我怕我这一辈子的良心都会不安的。美诗在天堂也不得安宁。
心里理解我的苦衷。难道一纸遗嘱就注定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吗？我苦苦等了你这么多年。不知道，菲菲，对你我内心非常的内疚，是我耽误你的青春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说，我一定做到。阿元，难道你就不能为自己活着吗？人已经走了，难道你真的要让遗嘱绑住你自己吗？我不能这么做。你，我不能违背美诗她临终的遗嘱。你有什么需要，你说，你说呀。好，我有需要。你说。我只想亲眼看看遗嘱，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写的。我答应你。阿元，我觉得这个有问题。会有什么问题？文件从头到尾都是打印的，可是在我的记忆中，你太太根本就是一个不碰电脑的人，怎么可能有打印的遗嘱呢？也许她先准备了，事先找律师了。那你问问律师吧，很简单的。律师也有职业操守的。可是问问总是可以的吧？再说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你太太好像从来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。Kathy，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我也明白你对我的情谊。美诗这么多年来对你非常排斥，这我都知道。她生病多年，对事对人肯定特别敏感，特别多虑。你想，一个紧抓生命不放的女人，总会提早为自己或家人的未来做打算。她这么排斥你，你别怪她。毕竟，人已走了。是啊，我一个活着的人，怎么可以去跟一个已经故去的人去比去争呢？梁美诗，你真的做得很绝。
伟强？什么？你找我有事儿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这么晚找我？我看过梁美诗的遗嘱了。他是不是说把财产给我？圆圆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人家邵家没有现在马上向你提出离婚，你却请律师来打财产的官司，你这样做谁会高兴？我管不了，我也是被逼的。再说，离婚是早晚的事儿，我只要我自己的权利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遗嘱上没有梁美诗的亲笔签名？那上面有手印儿啊。手印不行，一定要亲笔签字。手印有被动的因素。你什么意思？还有，梁美诗只能分配她自己的财产，也就是说，邵氏集团的钱是梁美诗跟邵元甲夫妇共同的财产，梁美诗是没有资格一个人分配的。梁美诗说是她把钱给邵元甲创业，才有了邵元甲的今天。你难道不懂夫妻一旦结婚就是共同财产了吗？梁美诗应该也有自己能做主的财产呀。好，那问题的最关键就是你这个遗嘱根本没有合法的有效性。怎么不合法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想想怎么收场吧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律师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刘伟强，我要告你。我可以告诉他们，是你让我做的伪证，是你让我做的这一切。刘伟强，你不让我好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可以告诉他们，是你让我做的伪证，是你让我做的这一切。刘伟强，你不让我好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也这么对我，刘伟强，我的初恋是你。可我的初恋不是你，你还是看看你自己究竟都做了什么吧。刘伟强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你的包忘拿了。